Hello， 大家好。在2023年的9月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星它的一个迷你准系统。现在这一款迷你的准系统是它的名称是 QBN 然后呢，我们这一款的规格是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写。OK， 这里不知道看不看得到这个 CPU 是这个 Intel 的 N200 的这个 CPU 然后基本频率是1G 的这个时脉但是它最高可以到这个 3.4 3.5 左右的时脉，然后呢它是4核心的这个 CPU 那其实以这个文书处理来说其实非常的够用那这一台主要的使用的用途也是在这个轻量使用范围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包装里面有什么东西它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垫子，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快速说明手册这边这个应该就是它的机器的本体把它拿出来。然后呢，这边是属于它的电源供应器电源供应器，这个是它的2组线材，等一下我会做说明。这个也是它的电源供应器的这个电源线是品质型的电源线这个底座的这个保护垫，这个是它的一个壁挂架壁挂架，然后还有附螺丝因为这个体积非常小，所以很适合拿来放在萤幕的后面那它的包装大概是这个样子。OK， 然后这里这边还有这个壁挂的螺丝壁挂的螺丝。OK， 这是它的纸盒。也还蛮好看的。微星的这个准系统其实跟那个 Intel 的 NUC 也是非常的类似那其实也买过几台那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所谓的准系统呢，或者是这个 NUC 那其实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是2006年的这个部分，它其实精致小巧然后呢很适合在空间有限的地方做使用只是说这一台它以前买的时候其实也是6000多块，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的时脉只有赛扬的好像1点多 G 然后双核心而已现在有点慢。那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的这个 Intel 的这个准系统它在跟那个微星搭配之下它的这个配备还有使用效能是怎么样？其实就是今年杜达它出的这个 N200 的这个 CPU 那其实 CP 值非常高它其实很接近这个 i3 的这个初阶，就是初阶接近中阶的这个版本然后呢，它这一款它是有内建无线网络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外壳外壳的话有一个这个微星的这个logo， 然后呢它的正面的话呢有电源线，然后呢有很神奇的是有这个支援那个 Type C 的这个USB 然后那个速度还是可以到10G 的。然后呢，2个 USB 3.0 应该是有到这个也是有到 3.2 然后呢，这个耳机或者是这个音源的这个输入，这边这边是有个包膜那其实散热孔是集中在这个后面这样子还有底部。然后背面的配置呢它是有支援HDMI， 然后呢 DisplayPort， 然后2个 USB，
然后网卡有2个哦，网卡有2个哦，所以你如果说是要做这个伺服器的使用也还够用哦。然后2个都是1G 的哦，但是其实还效能还 OK 哦。然后这个它的电源线，那我买的这一款哦，它是在2023年2023年6月的时候出厂的哦，是还蛮新的一个规格。然后呢，它这一款的这个跟这个 Intel 啊，它自己有那个 NUC 比起来，NUC 的话当然价格比较贵一些然后但是因为它的 CPU 也有差比方说现在 Intel 的 NUC 它可能就是可以到比方说12核心啊，或者说是16核心，然后可以选择 i7 或者是 i5的这样子的一个规格但是以这个目前这一款这个小巧的这个 N200， 然后呢加上这么多的配备，它目前里面是没有含那个储存装置跟记忆体的那你猜猜看这样子要多少钱？也就是说，其实我只要再买个 SSD 啊，或者是记忆体就可以用了。猜猜看多少钱？其实网络上买是5990，非常的超值那如果说以一条 SSD 1000元好了，然后1000元现在大概可以买到256G 的 SSD 而且还是 M2 的。那如果说是这个记忆体的话，900块钱大概可以买到8G 或者是16G 的这个RAM， 其实效能是下叫那我这里有准备了一个接下来我之后要使用的这个 SSD 不过我这个是500G 的然后呢我这边也有准备这个记忆体，我找一下记忆体我买的是这个创建的记忆体DDR4 3200然后我直接买是 16G 那虽然说8G 来讲大概是500多快600那其实差不到300-400块，当然也是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买到 16G，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 Win11 开机之后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记忆体使用大概就是3点多 G 接近4G那如果说你只有买到 8G 的话也不会说不够但是既然差不了几百块钱建议你就是买到 16G 而且以现在2023年9月份的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记忆体非常的便宜真的推荐至少 16G。 那我们来打开来做一个内部零件的这个分享。我找一下我的螺丝起子。OK， 我的这个螺丝起子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后，它的背后有几个这个这个它就是要锁那个壁挂架的壁挂口那这边先把它转松一点。这一款的 CPU， 它其实你如果它有另外一款是 N100 的 CPU 然后它是双核心那是4990。那我认为说以使用来讲的话，4核心还是稍微好一些那所以我也是建议说你如果办公室啊在使用，或者说是这个家里有大概国小的学生的使用用途来讲的话，其实这一款机器绝对够用因为4核心，然后最高时脉可以到 3.4G 的这个 CPU 的操作时脉，我想在小朋友的这个学习上面其实非常足够，而且你看它非常的不占空间。那有的人会觉得说这个小机壳啊是会不会散热有问题？但是其实以现在的这个架构来讲的话，低功耗，而且又没有什么需要散热的应该是说不太会有那个高耗能的情况产生那因为我们这款 CPU 它也是低耗能的部分所以它
哦，其实哦非常的空间非常的节俭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啊你是装这个 M2 的这个 SSD 哦，你花个100块买个这个小的散热片，非常的值得哦。因为其实最热的应该就是这个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现在要先做这个硬体的安装。好，它是锁在这边的。好，其实我在拍这部影片之前，我前面已经有先装了另外一台，不过那一台我装的是128G 的 SSD。好，那这个就是它的无线网络跟蓝牙的这个晶片模组。你看一下如果再用螺丝把它锁住的话这样子就完成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它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排线，我来看一下，它应该还有一个这边，这个是装上去M2 SSD 的这个的样子。那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排线，这个排线呢就是让我们它内附的这个 SATA 的排线使用那 SATA 的排线在这一款里面，它直接附了给你们在前几年的产品，它是还要再另外花钱购买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支援一个 M2 SSD， 然后呢再加上一个这个SATA 的这个的部分那 2.5 寸的这个 SATA 的硬碟啊，大概装了之后，大概就是会给它扣在这个位置所以有人说你如果装了这个 SATA 的这个模组你线要整线比较干净的话，就是可以先装 SATA 的线，然后呢之后再把这个M2 给锁上去那因为我这个已经500G 的这个 SSD 已经够用了那所以我目前这一台没有考虑需要再装这个 2.5 寸的硬碟那当然现在也不会很少人用 2.5 寸的硬碟，你可能就是 2.5 寸的 SSD 了好，那接下来我要装它的记忆体记忆体的话呢这一款刚刚有说过了，它是支援 DDR4 3200的这个部分记得笔记型电脑的记忆体，你就算买到2666也 OK 啦。那但是因为现在价格真的很划算所以你直接买3200的 16G 就够用了那我买的是这个创建的这个JM 的这个规格那其实它也是终身保固所以也不用担心说相容性的问题。好，我把它接起来。OK， 那刚刚有看到说零件里面还有另外一条线，这个线你看它的长相其实还蛮特别，它其实是一个也额外生产的电源线。额外生产电源线，它要用在哪里呢？它其实就是说，你如果后面机壳装好之后啊，你可以从侧边把它接进去，侧边接进去它的电源，然后呢，你的这个机壳就可以壁挂在萤幕的后面，然后呢，透过这个延长的电源线，然后呢，按一下这个按钮，它就会开机。然后呢，它这边也有这个可以粘的这个泡棉，到时候你就可以粘在你的桌子啊，还是萤幕的前面。其实这样子就很像以前的那个 AIO 这个一体式的液晶电脑。但现在一体式的液晶电脑其实越来越少因为其实萤幕也有关系，然后再就是规格推陈出新那其实现在准系统也越来越越便宜其实你用个准系统，然后呢把它壁挂在你的这个27或32寸的萤幕后面，或者放在底下，其实都非常的划算那现在我再把这个机壳给它锁起来。那锁机壳的这个诀窍其实就是说你的这个前缘啊这个是主机的前面嘛这个电源在那前面，然后呢这个字
的方向哦，跟它有对应就好了。OK。那建议你哦，就是锁的时候哦，对角锁。好，大致锁上之后呢，哦，再用这个好，用手转的方式，哦，来让你这个哦更牢固。好，这个哦，就大概就是它的硬体的部分。那等一下哈，我会进入到这个 BIOS 的这个开机画面哦，然后让你们看一下它的硬体的配置。